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秋季的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办公室的地面上投下几道狭长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着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懒洋洋地翻滚。方浩走回自己工位的路不长，只有10几米，他却感觉像走了1个世纪。周围的同事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键盘的敲击声轻了一些，交谈声也低了下去。几道目光投射过来，带着探寻、同情，或者仅仅是好奇。他没有理会，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张陪伴了他1年多的椅子。坐下去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吱呀声。他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还显示着上午未完成的客户跟进表，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电话，曾经是他焦虑的源头，此刻看起来却格外遥远。他移动鼠标，点了右上角的关闭，没有保存，一切都结束了。人事经理的话还在耳边：方浩，我们知道你很努力，人也不错，但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规定，销售岗位业绩是硬道理，连续3个季度不达标，我们也很为难。他没有争辩，因为人事经理说的都是事实。他确实很努力，每天第1个到公司，最后1个离开。他把客户资料背得滚瓜烂熟，对待每一个潜在客户都彬彬有礼，可业绩就是上不去。这个3线城市建材行业的人情关系网盘根错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他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性格又偏内向，不擅长在酒桌上推杯换盏，也不懂得说那些场面上的漂亮话。他就像一个拿着锄头想要挖穿花岗岩的农夫，力气使尽了，岩石上却只留下几道白色的划痕。浩哥，怎么了？邻座的小李凑了过来，压低声音问，他的脸上写满了担忧。方浩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事，公司让我毕业了。小李的眼睛瞬间瞪大了，嘴巴张成了 O 型，半天没说出话来。不会吧，就因为业绩？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另一个同事王姐也听到了，忍不住打抱不平，你平时多勤快，大家又不是瞎子。方浩摇了摇头，规定就是规定。他重复着人事经理的话，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去找刘总求情啊！小李急了，刘总是白手起家的，应该能理解你的难处，你态度好点，认个错，说不定能。方浩打断了他，算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很坚定，这样也好，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干销售。他拉开抽屉，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同事们围在他身边，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又或者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安慰话。方浩只是默默地听着，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他收拾得很慢，很仔细，仿佛他要带走的不是这些廉价的办公用品，而是一段被揉碎了的时光。一个印着公司 logo 的马克杯，杯沿有一个小小的豁口，是刚来时公司发的。他用纸巾把杯子内外都擦拭了一遍，小心翼翼地放进纸箱。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客户信息和销售技巧。他翻开看了看，自己的字迹工工整整，此刻看来却有些可笑。他把本子合上，也放进了箱子。一盆小小的绿萝，叶子有些发黄，是他自己买来放在电脑边的，据说能防辐射。他端起来准备带走。方浩，这破玩意儿还要啊？王姐说，养了1年多，有点感情了。方浩说，他的东西不多，1个纸箱就差不多装完了。他把抽屉一个个拉开，检查有没有遗漏。在最里面的一个抽屉深处，他的手指触碰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他拿了出来，是一个牛皮纸袋，
已经有些年头了，边角都起了毛，袋子没有封口，但被压得很平整。方浩捏着纸袋的一角，眼神变得复杂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脸上的平静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和迷茫。他把纸袋拿在手里，拉撒了很久，然后他没有打开看，而是将它塞进了自己随身的背包里，放在了最贴身的位置。下午5点，下班的铃声响了，办公室里的人陆陆续续的离开。浩哥，真不跟我们一起吃个散伙饭？小李最后走过来问。不了，你们去吧。方浩笑了笑，改天我请你们。那保持联系。好。小李走了，王姐也走了，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夕阳的余晖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空旷的办公室地面上。他没有急着走，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远处的城市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他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盏灯在哪里，他只是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从心底里生出的无边无际的疲惫。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在1年前生了重病，掏空了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为了给父亲治病，也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他才辞掉了在外地还算不错的工作，回到了这个离家更近的3线城市。他需要一份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现在这份工作没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说，他怕父亲知道了会着急，影响病情。或许就说是自己主动辞职的吧。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时间，晚上6点1刻，该走了。他站起身，最后环视了一圈这个他奋斗过、挣扎过、也失望过的地方，然后他抱起那个沉甸甸的纸箱，一步一步朝门口走去。脚步声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回响，显得格外孤单。公司的大楼有12层，刘总的董事长办公室在顶楼。这个时间他通常已经回家了，但今天有个重要的合同需要他亲自过目，所以多留了一会儿。处理完文件，他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6点20，妻子应该已经做好饭了，岳父大概又在客厅里边看新闻边等他了。一想到岳父，刘总的嘴角就不自觉地泛起一丝温暖的笑意。他是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杀伐果断，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尔虞我诈，唯有在家人面前，他才能卸下所有的防备。尤其是他的岳父老张。老张是个退休的老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性格耿直，热心肠。刘总当年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岳父就没嫌弃过他，反而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他，还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支持他创业。这份恩情，刘总记了一辈子。所以公司做大之后，他对岳父一家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好。他关上办公室的门，走进电梯，电梯平稳下行，叮的一声，电梯门在6楼停下了。销售部在这一层。刘总有些奇怪，这个时间点，销售部应该没人了才对。他手下的那群销售精英，一个个都猴精猴精的，最会摸鱼。店门打开，他看到销售部的大片区域都黑着灯，只有角落里的一处工位还亮着一盏台灯。灯光下，一个瘦高的身影正抱着一个大纸箱，看样子准备离开。刘总皱了皱眉，他走了出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那个身影听到了声音，转过身来，是方浩。刘总对方浩有些印象，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年轻人，平时在公司里不怎么说话，
开会的时候总是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他见过几次，每次方浩看到他，都会很恭敬地喊一声刘总好，然后就低下头，老实本分。这是刘总对他的第一印象。但他也从销售总监的报告里知道，这个叫方浩的年轻人业绩是整个部门最差的。这么晚还不走？刘总主动开口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上位者惯有的随意。方浩看到是董事长，明显有些紧张，他把怀里的纸箱往上抱了抱，站直了身体。刘总好，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被开除了，正在收拾东西，他解释道，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陈述事实的平静。刘总哦了一声，他想起来了，今天上午人事部确实提交了一份辞退名单，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方浩，理由是业绩连续不达标。他当时签了字，没有丝毫犹豫。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养不起闲人，这是他一贯的原则。此刻看着灯光下这个年轻人略显落寞的背影，刘总的心里忽然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触动。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眼前这个场景让他想起了20多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也曾被工厂开除，也是这样在深夜里一个人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那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他至今还记得。在这里做得不开心，刘总又问了一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多这个嘴，或许是夜深人静让他少了几分董事长的威严，多了几分普通人的情绪。方浩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董事长会跟自己说这些。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点了点头。可能我不太适合做销售。他的坦诚让刘总有些意外。通常被开除的员工，要么满腹怨气，要么拼命为自己辩解。像方浩这样平静接受，还自我反省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年轻人，不适合就换个方向，没什么大不了的。刘总的语气缓和了一些，360行，总有一行适合你。谢谢刘总，方浩说。他抱着纸箱，侧身让开路，示意刘总可以先走。刘总却没有动，他看着方浩。这个年轻人虽然神情落寞，但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卑微和祈求，这让他产生了一点好奇，一个纯粹的好奇。他想知道，这样一个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当初是怎么进入他这家以狼性文化著称的公司的。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尽量随意的口吻问道，你当初是怎么进我们公司的？这个问题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办公室死水般的寂静里。方浩的身体僵了一下，他抱着纸箱的手臂不自觉地收紧了，纸箱的边缘硌得他手臂生疼。他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头，避开刘总的目光，继续低头往纸箱里塞着一盆快要枯萎的绿萝。泥土簌簌地掉了一些出来，洒在他的手背上。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剩下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嗡嗡声。刘总看着他，眉毛微微挑起。他不明白，一个简单的人事问题为什么会让对方有这么大的反应？难道是通过什么不正当的渠道进来的？这个念头在刘总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见多了这种事，一些求职者为了得到一个职位，会伪造履历，或者通过一些他不知道的裙带关系。他对这种行为向来深恶痛绝，于是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审视的意味。是谁介绍你进来的？他盯着方浩的侧脸，继续追问。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批过你的入职申请，销售部那边重要的岗位我都会亲自过目。空气仿佛凝固了，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
方浩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缓缓地抬起头，直视着刘总的眼睛。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那湖水深处似乎藏着什么东西，让刘总的心没来由地跳了一下。然后方浩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在刘总的耳边炸响。他说：“你岳父！”砰！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地面的声音打破了办公室的死寂。是刘总手中的车钥匙从他僵硬的手指间滑落，掉在了光洁的地砖上。刘总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像一尊石化的雕像，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所有的思维都在那一瞬间停止了运转。岳父？哪个岳父？他只有一个岳父，那个退休在家，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提着鸟笼去公园溜达，或者在小区里跟老伙计们下棋的老张，那个一辈子老实巴交，连跟邻居红一次脸都没有的老好人。他怎么会和一个被自己公司开除的年轻销售员扯上关系？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刘总感觉自己的听觉出现了一瞬间的真空，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出现了幻听。他张了张嘴，想问你说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方浩看着他震惊到失态的模样，脸上没有什么得意的表情，反而流露出一丝歉意。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会是这个结果。他弯下腰，把怀里那个沉重的纸箱轻轻地放在地上，然后他直起身，拉开自己随身背着的那个黑色双肩包的拉链。他的手伸进背包的夹层里，拿出了那个被他珍藏着的边角已经磨损的牛皮纸袋。整个过程中，他的动作不疾不徐，每一步都清晰地映在刘总呆滞的瞳孔里。刘总的目光死死地锁在那个牛皮纸袋上，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纸袋里装着的东西将会彻底颠覆他的认知。方浩没有说话，他只是双手捧着那个牛皮纸袋，像捧着一件无比珍贵的圣物，一步一步走到了刘总的面前，然后他把纸袋递了过去。刘总的身体依然僵硬着，他的目光从方浩平静的脸上缓缓下移，落在了那个牛皮纸袋上。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他伸出手，动作迟缓地接过了那个纸袋。纸袋很轻，但他却感觉有千斤重。他能清晰地闻到纸袋上散发出的一种混杂着旧纸张和岁月沉淀的熟悉的味道，那是岳父家里老书柜的味道。刘总的手指颤抖着，捏住了纸袋的开口。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即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审判。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像在质问他。他缓缓地将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那是一张信纸，一张已经泛黄的带有单位抬头的16开信纸。信纸上是用钢笔写的字，字迹刚劲有力，笔锋犀利，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那是他岳父老张的笔记，他再熟悉不过了。刘总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他的眼睛像被钉子钉在了信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谁？刘总衔续亲启开头的称呼，就让刘总的眼眶一热。岳父很少在外面用这种半公半私的称呼叫他。金特向贵公司推荐一位优秀青年，方浩，此子乃我邻家之子，为人诚恳，他是肯干，品性纯良，无甚爱之。其父不幸罹患重病，家境甚艰，然小芳不坠其志，孝亲敬长，实属难得。今返乡求职，意在方便照拂病妇，
其孝心可嘉。信的内容不长，语言质朴，却字字千钧，砸在刘总的心上。而当他看到信的末尾那一行用更重的笔墨写下的字时，他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开始天旋地转。小芳若在公司有任何差池，或工作不力，或品行有亏，一切责任由我老张一力承担。下面是岳父龙飞凤舞的签名，老张，以及一个鲜红的他从未见过的私章，我老张负责。这6个字像6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了刘总的瞳孔里。他知道岳父的脾气，一辈子说一不二，重诺轻利，能让他写下这种分量的军令状，可想而知，这个叫方浩的年轻人在岳父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这已经不是一封简单的推荐信了，这是一份用他岳父一辈子的名誉和信誉做出的担保。刘总感觉自己的喉咙干得快要冒烟了，他拿着信纸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还没等他从这巨大的冲击中回过神来，一张照片从信纸和牛皮纸袋的夹层中轻轻地滑落了下来。照片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刘总的皮鞋上，他僵硬地低下头。照片上是2个人，背景是他们家楼下那个熟悉的小区花园，其中一个是他的岳父老张。老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满面红光，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一只手亲切地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而另一个人正是站在他面前的方浩。照片里的方浩比现在看起来要青涩一些，脸上带着一丝腼腆的却无比真诚的笑容。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整个画面温暖得像一幅老旧的油画。刘总的脑袋嗡的一声彻底炸了，他终于想起来了。去年夏天有一次他回家吃饭，岳父兴高采烈地跟他说，小区里新搬来一个年轻人，人特别好，不仅帮他修好了用了10几年的收音机，还经常陪他下棋解闷。岳父当时说，那孩子比亲孙子还亲。他当时只当是老人家随口一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放在心上。他怎么也想不到，岳父口中那个比亲孙子还亲的年轻人就是方浩，而自己就在几个小时前亲手签下了辞退他的文件。他刚刚把岳父的干孙子给开除了。刘总感觉自己脚下的地砖正在变软，整个世界都在倾斜。他弯下腰，动作僵硬地捡起了那张照片。照片的背面还有一行字，同样是岳父的笔记，忘年之交，设于庚子年夏。忘年之交这4个字像4根钢针扎进了刘总的心里。他再次抬起头看向方浩，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业绩不佳的下属，他是一个承载着岳父深厚情谊的特殊的存在。我不知道。刘总的声音干涩嘶哑，完全失去了平日里的沉稳和威严。我不知道你和我岳父。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方浩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反而带着一种理解。刘总，这不怪您。他轻声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的业绩确实不行，被开除是应该的。我本来没打算把这个拿出来的。他看了一眼刘总手里的信，张大爷当初给我这封信的时候，千叮万嘱，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他说，工作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能靠关系。我今天拿出来，也不是想求您什么。方浩的语气很诚恳，我只是觉得，您作为他的女婿，有权利知道这件事。这封信是张大爷对我的情分，我不能让这份情分因为我的离开而变得不明不白。刘总的心被方浩这番话狠狠地揪了一下，
他再次低头看向那封信，这一次他注意到了信纸上被他忽略的细节，在提到其父不幸罹患重病那一句的旁边，有一小块不太明显的淡黄色的水渍，像是泪痕。刘总的心脏猛地一缩。你父亲的病，他艰难地开口。方浩的眼神暗淡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还在治疗，情况不太好。他简单的回答。张大爷他都知道。方浩点了点头。张大爷就住我们家楼上，我爸妈刚搬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都是张大爷帮忙。我爸住院，他也经常过去探望，有时候还给我妈送些自己做的饭菜。他跟我说，出门在外，邻里之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方浩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可这些话听在刘总的耳朵里，却像一声声的重锤。他现在才明白，岳父对这个年轻人的好，不仅仅是简单的忘年交，那是一种近乎于亲情的、沉甸甸的关怀。岳父是在拿他当自己的晚辈，自己的家人在照顾，而自己呢？自己这个当女婿的、当董事长的，却因为几张冷冰冰的业绩报表，就把岳父如此看重的人给一脚踢出了公司。一股强烈的愧疚感和后怕，像潮水一样将刘总淹没。他能想象得到，如果岳父知道了这件事，会是怎样的反应。老人不会对他大发雷霆，更不会骂他，他只会默默的失望。那种失望比任何责骂都要让刘总感到恐惧，因为他亏欠岳父的太多了。这事儿你千万别跟张大爷说。刘总急切地说道，语气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恳求。方浩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刘总，您放心，我会跟张大爷说，是我自己觉得不合适，主动辞职的，是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跟您和公司没有关系。方浩的主动和体谅让刘总更加无地自容。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明明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却反过来在为自己着想，这份心胸和人品，哪里是那些业绩报表上的数字能够衡量的？他刘总看人无数，自诩眼光毒辣，今天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看走眼了，而且错得离谱。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刘总的脑子里一团乱麻。他在商场上经历过无数次危机，每一次都能迅速做出最有利的判断，但这一次他乱了方寸。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商业的范畴，它关乎亲情，关乎道义，关乎一个他最敬重的老人的心。他不能让方浩就这么走了。如果方浩就这么抱着纸箱离开，他今天晚上回家根本无法面对岳父那张慈祥的脸。他无法想象，当岳父像往常一样问起公司最近怎么样的时候，他该如何回答。方浩，刘总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上前一步，语气郑重地说道，今天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一个身家过亿的公司董事长向一个被开除的员工道歉，这话说出去恐怕没人会信。方浩显然也惊呆了，他连忙摆手，刘总，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不关您的事，是我自己的问题。不，刘总打断了他，是我的问题，是我只看了报表，没有去了解一个员工的真实情况，这是我的失职。他看着方浩，眼神无比真诚，你别走了，我重新给你安排一个岗位。你不适合做销售，没关系，公司还有很多其他部门，行政、后勤、仓储，总有一个岗位适合你，薪水待遇都按你现在的标准。不，我再给你往上提一级。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直接的补救措施。
他以为方浩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毕竟对于一个刚刚失业并且家庭困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天降的福音。可是方浩的反应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方浩沉默了，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前的那一小块地砖。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抬起头。刘总，谢谢您。他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能留下。刘总愣住了。为什么？他无法理解。你是不是还在生公司的气？或者你觉得薪水不够？这些都可以谈。方浩摇了摇头，都不是。他抬起眼，目光清澈地看着刘总。刘总，我真的很感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今天之所以把这封信拿出来，不是为了换取您的同情或者一份工作，我只是想证明我没有辜负张大爷当初写这封信的情谊。我虽然业绩不好，但我的人品是端正的。现在您知道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我因为这封信留下来，那我就真的成了靠关系吃饭的人了。不仅同事们会看不起我，我自己也会看不起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没办法去面对张大爷，他希望我靠自己的本事立足，我不能让他失望。方浩的这番话掷地有声，每一个字都敲在刘总的心坎上。刘总看着他，忽然间他觉得眼前这个27岁的年轻人比他认识的许多商场大佬都要活得通透，活得有骨气。他想再说些什么来挽留，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都是对这个年轻人尊严的一种亵渎，他只能在心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错失的不仅仅是岳父的干孙子，更是一个品性如此高洁的员工。好，刘总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我尊重你的决定。他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旁，拉开抽屉，拿出自己的私人支票簿和钢笔。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地写下了一串数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撕了下来。他走回到方浩面前，把支票递给他：这个你拿着，这不是公司的补偿金，是我个人给你的。按照规定，公司只会赔你1个月的工资，我这里给你补足3个月，密码是6个0。方浩看着那张支票，连忙推辞：刘总，这不行，我不能要。拿着。刘总的语气不容置疑：这不是施舍，也不是补偿，这是我作为一个长辈，对我看错人、办错事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你家里的情况需要用钱，你父亲的病不能耽误，你要是还认我这个长辈，就把钱收下，不然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刘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方浩再也无法拒绝，他的眼眶有些红了。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接过了那张薄薄的却无比沉重的支票。谢谢，谢谢刘总。不用谢我。刘总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是我该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还有，如果你想找新的工作，我亲自给你写推荐信。我刘某人的推荐信在这座城市还是有点分量的。方浩重重地点了点头，他小心翼翼地把支票收好，然后他把刘总手上那封岳父的推荐信和那张照片也一并拿了回来。他仔细地将信纸叠好，和照片一起重新放回那个牛皮纸袋里，然后他把纸袋放回背包最贴身的位置。做完这一切，他朝着刘总深深地鞠了一躬：刘总，再见。说完，他没有再回头。他弯腰抱起地上的那个纸箱，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这间办公室，消失在昏暗的走廊尽头。
刘总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他看着方浩消失的方向，心里五味杂陈。窗外夜色已经深了，城市的万家灯火在他眼中忽然变得有些模糊。1个月后，刘总家里的周末晚餐，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气氛和乐融融。刘总的妻子一边给老张夹菜，一边笑着说：“爸，您最近气色可真好，是不是又有什么开心事啊？”老张喝了一口小酒，放下杯子，满脸红光地说道：“那是，我最近在帮小芳那孩子张罗新工作呢。”刘总夹菜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他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只听老张继续说道：“那孩子真是实诚，前阵子跟我说，在你们公司干得不顺心，觉得不适合干销售，自己给辞了。你说说，多好的孩子，就是脸皮太薄。我跟他说，没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换个地方，肯定能干得更好。这不，我托我以前工厂的老徒弟打听了一下，他那个厂子正好缺个技术员，我觉得小芳那孩子踏实，肯钻研，干技术活肯定没问题。我正准备过2天带他去看看呢。”老张说的兴致勃勃，完全没有注意到刘总脸上那一闪而过的复杂神情。刘总默默地吃了一口饭，嘴里的饭菜却感觉有些不是滋味。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上岳父笑得无比灿烂。他忽然明白了，有些人情比你想象的要深重得多，有些关系虽然没有血缘的连结，却比血缘更加珍贵，而他差一点就亲手斩断了这份珍贵。想到这里，他放下筷子，拿出手机，找到了那个他一直没有删除的号码。他发了一条信息过去：“方浩，周末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或许对你的新工作有帮助。”信息发送成功，刘总的心终于有了一丝安宁。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